甜甜离婚之后的日子，应该是这辈子过得最艰难的时刻了吧。之前她一直被富豪老公当成女儿一样宠着，每天什么都不用做，整天住在大豪宅里，享受着亿万富婆的待遇，没事还会约富婆姐妹一起喝下午茶。如果不是突然的母爱泛滥，非要逼着儿子戒网瘾，她也不至于白白失去了这么美好的生活。当甜甜意识到山里生活太困难之后，便带着儿子下山了。谁曾想竟然被律师告知丈夫破产，连房子车子都被抵押了出去。甜甜要想离婚的话，只能带走一些自己的私人物品，而且价格是不能超过5000元的。不过甜甜压根就没后悔过离婚的决定，既然那个男人发誓要做农夫，甜甜也没工夫陪他一起吃苦了。在甜甜的人生观里，丈夫就是用来抱大腿的，一旦没了作用，就会立马甩掉。而且甜甜从来都不会委屈自己，更不会把自己陷入爱情的泥潭里，似乎可以做到随时随地放得下的态度。再说了，儿子还要上学的，总不至于一辈子都待在山沟里吧。但没了丈夫财力支持的甜甜，想要带着儿子生活，多少还是有些累赘的。光是儿子1年国际学校的费用就已经高达几十万了，这还不算平日里的衣食住行开销。不过比起儿子，甜甜的消费观才是最离谱的，谁家好人买个锅都得花好几万呀。关键买了之后还不一定用，说送人就送人了，而且对于自己并不懂的理财项目，说砸30万就砸30万，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想要继续维持富婆生活，那就不能坐吃山空。甜甜的那点积蓄真不够她挥霍的，相信不到2年，她就会坚持不下去了。一般来说，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，都会想着找份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开销，毕竟甜甜还有个儿子要养呢。可在甜甜的字典里，压根就没有工作这个词汇。别看她离婚手续还没办，已经开始托人给自己物色新的对象了。不找工作，反而着急给孩子找后爹。甜甜的人生观着实是挺奇葩的，但也是因为这种人生观，注定了人家是当富婆的命。因为甜甜是有资本的，即便是2婚，也从来不会因为已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而自降身价，说不定她要找的另一半比之前的条件还要硬实呢。不过甜甜的婚可能没那么容易就离吧。别忘了，丈夫一直是把甜甜当成女儿去宠的，即便是破产了，也不会轻易放弃妻子的。再说了，他们之间还有个儿子呢，父亲对于儿子的爱，那可不比母亲要少。至于这对夫妇的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，大家还是一起期待后续吧。